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看似非常的熟悉，大家都非常的热衷于讨论，但它其实的内涵非常的深刻，而且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自由与道德。自由听起来像是每个人天生拥有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渊源，也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政治争论，还是我们日常面临的一些选择困境，其实都围绕着自由这个核心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对吧？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可能截然不同。虽然我们总是都使用自由这一个词，并且我们同时呢都表达出来我们向往自由，但是有人认为自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人觉得自由意味着完全不受他人的干预，还有人认为真正的自由是遵守规范后的和谐。那么我今天就想要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自由又应该如何与他人、社会，甚至是现在的科学的发现来共存？那今天我们会一起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探索自由的意义，并结合当代的心理学、政治学和一些科学的研究，来看看自由与道德是如何交织，影响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自由的定义。自由的讨论在西方哲学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到了启蒙时代，随着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兴起，自由就逐渐成为现代政治与社会理论的核心。在古希腊，自由指的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政治当中，公民能够参与决策，完全就是当时的自由的体现。然而这种自由呢，有两个主要的限制。第一个是公共自由是优于个人自由的，也就是说自由的核心其实是集体的利益，而非个人行为的无限制。第二个限制呢，就是命运观的束缚。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一些希腊的悲剧啊、俄狄浦斯王啊这种作品里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种自由和命运的对立，也就是说人类他是否真正能够摆脱命运的掌控，也是当时的自由讨论的比较多的核心问题。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由提出了不同的两种解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他认为自由应该服务于集体福祉。对于柏拉图来说，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充分的实现它。他说过一句话叫做自由源于秩序，那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秩序的自由只会导致更加的混乱。而亚里士多德的自由呢，他将自由定义为实现潜能的能力。他认为人类通过理性和德性，也就是所谓的 virtue 来找到自由。那对他来说呢，自由并不是完全的摆脱限制，而是找到内在的平衡，选择符合德性的行动。那在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的对应。今天我们看到的民主制度，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思考。一方面我们要求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部分的妥协。比如说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们是否愿意牺牲部分的自由，比如说佩戴口罩，或者是遵守隔离的措施，来保护社会的整体健康，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到18世纪启蒙时代，哲学家们开始将自由与个人的权利紧密的结合，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不被侵犯的基本权利。哲学家比如说约翰洛克和雅克卢梭都提出了新的自由观。
洛克呢的主要主张呢就是自由及财产权。洛克认为自由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任何政府的成立都是为了保护这种个人自由，并限制暴力和专制。自由的核心呢是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拥有和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洛克的这套理论呢，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美国宪法的基石。比如说独立宣言里面提到的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这个呢就是奠基在洛克的哲学观的体制之上的。那我们上一集呢在讲正义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提到洛克。洛克是完全非常的比较极端的追求自由的一个人物，所以在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说，他就是完全认为如果政府或者是一个体制没有办法去实现和满足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有权利可以去推翻他们。那在现代呢，有一些对应，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争取隐私权、数据保护，其实也正是延续了洛克的思想，那就是个人拥有对自己数据和行为的自由控制。那另外一位哲学家呢，卢梭，他的主要的主张就是社会契约与集体自由。卢梭主要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由是建立在集体意志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社会契约的结果。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所有人都同意放弃一些个人自由，换取集体规则的保障时，真正的自由才能得以实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虽然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样的观点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一些全球化的议题，比如说环境保护，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地球的未来而放弃某些消费自由？比如说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保护地球去减少使用塑胶，或者是去乘坐飞机这种排碳量比较大的交通工具。而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呢，也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的一个基础，那就是自由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选择，也是集体秩序中的权利和义务。那这其实是我们普遍现在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核心思想。随着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和北美，社会的结构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工厂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由的含义也从过去以集体参与与共同体和谐为中心的观点，逐步转向为个体的选择与自我实现。在这一背景之下，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观就成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石。他在1859年的著作《论自由》中提出了个体自由的2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关于自由的权利。密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念、生活方式和行动，只要不去伤害他人。他写道，人类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便应该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而这其实也表达了一种负责的自由。自由并非完全的放纵，而是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来承担责任。第二个原则呢，是多样性的重要性。密尔认为，真正的进步来自于多样性和创新，而这些必须以自由为基础。他也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思想与生活方式上，每个人自由追求自己的路径，就是社会进步的源泉。而这段话呢，也特别适合我们看到的现代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也提醒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包容与尊重他人的选择，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就是去干涉了他人的自由。然而，工业化也带来了一些对自由的限制和挑战。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压迫下，工厂呢主要是通过掌控生产资料来对工人进行剥削，使得这种自由呢变得比较表面化。
比如说工人在表面上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但实际上呢，他们却是被迫接受低薪长工时的条件。这也是后面我们可能会谈到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直存在。另一个比较大的限制是这种阶级的不平等与自由的分配。在工业化以后呢，自由呢就不再是一种平等的资源。经济不平等呢，会导致社会的阶级分化变得更加严重，让上层的阶级呢可以享用更多的自由，而底层呢却受制于贫困与结构性的压迫。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现代对应的例子。在今天呢，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个体自由依然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并且呢也与现代很多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现在关于自由与科技的矛盾，数位的时代呢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自由选择，但也带来了隐私问题和对数据的监控。每当我们自由的在网上点击或者搜索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数据都有可能会被一些科技巨头所掌控。那这是否还算是真正的自由呢？或者是当我们看到一些经济自由与社会不平等的时候，就是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工业化的影响延续到现在，贫富差距都让自由成为了一个阶级很重要的问题。富人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穷人却只能为生存挣扎。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关于气候变迁和能源的问题当中，其实穷人面临的限制往往更多。所以这些政策实施是不是只是在限制穷人，而富人只要有钱，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自由的生活。另外一个呢，看看这个劳动灵活性的问题，比如说像现在这种零工经济，就是像这种 gig economy 中的这种外送员或者是司机这种职业，他们在表面上拥有的工作时间的灵活自由，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因为收入不稳定而缺乏真正的安全感。那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都是我们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现代心理学家对自由的研究往往会围绕选择的压力来展开。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一位心理学家欧文亚龙，他在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当中有提到，自由是令人敬畏的，因为它意味着选择的责任。我们越自由，越容易感到焦虑，因为我们完全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他问过一个很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一切皆由你来决定，你是否准备好接受后果？那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巴里斯瓦兹在他的选择的悖论中也指出，当我们的选择过多时，反而会容易陷入选择瘫痪。比如说在超市里面，如果面对10几种果酱，我们可能会因为选择困难，最后什么都没有买。那今天的网购平台和社交平台给我们的选择看似很无限，但这种自由有时也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的迷失和疲惫。关于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也是哲学和心理学中一个核心而持续的争论点。自由应该受道德的约束，还是道德应该顺应自由？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诠释。那康德呢，他的自由观呢，就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的哲学。他提出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遵循内心的道德律，也就是康德的这个自律的概念，为这一思想提供了很深刻的理论基础。康德有2个核心的观点。第一个呢，是道德法则是来自于理性的。康德认为每个人呢都拥有一种内在的普遍道德法则，这是理性所赋予的。比如说不可以去说谎，不可以去伤害他人，这些法则呢是完全超越个人偏好或者是文化差异的，是人类理性共同的产物。他把它称之为道德的绝对命令。康德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即使一个谎言能暂时避免灾难，它在道德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说谎会破坏信任与理性的基础。
康德在他的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当中写道，只有当人去服从道德法则时，他才可以真正的自由。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放纵欲望，而是克制冲动，以道德来作为指导。那他的第二个核心观点呢，是自由的真谛在于选择道德行为。也就是说，自由的本质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根据道德法则来行动。这种自由呢，就需要我们的自律，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出真正负责任的选择。康德的观点呢，与现代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现的理论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马斯洛认为，自由并非只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思想呢，是相互呼应的，因为只有当人拥有足够的自我控制，才能真正的实现内心的价值。与康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尼采的自由观，他挑战了传统道德的基础，尤其是这种基督教的道德，并认为这些道德往往限制了人类的潜能。那尼采的两大核心观点呢，第一个是道德是弱者对强者的控制。尼采在他的道德谱系学中指出，传统道德是弱者的复仇，那基督教的道德呢，是提倡谦卑、服从与忍耐，实际上呢，是弱者用来限制强者的一种手段。这种道德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压抑个人的潜能，让人屈服于外部的权威。尼采也写道，道德是一种恶，他将强者的翅膀束缚在地面。这句话也表达了他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深刻批判。那第二个核心观点呢，是自由是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尼采提出的这个超人的概念呢，也代表了他能够摆脱传统的价值，创造新价值的人。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遵循既有的道德，而是去挑战和重塑它。那尼采的思想呢，在今天的尤其是科技讨论当中，也是尤为引人深思的。比如说，人工智慧是否能够让人类的自由受限？我们是否已经成为科技巨头的奴隶？这些问题呢，也正是尼采对外部力量对人类自由的限制的现代延续。比如说，当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使用一些社交媒体的算法，我们以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自由选择内容，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也是被算法所引导的。那尼采的超人理念也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主动去挑战这些控制的时候，才能真正拥有所谓自己的自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呢，就带来了另外一种维度的自由观。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往往是表象，而实际上受到无形权力的约束。福柯的观点呢，第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关于规范化的自由。福柯提出规范权利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医疗和法律等机构，隐形地塑造了一些个人的行为。自由看起来是被赋予，但实际上行为是已经被社会规范所限制。福柯在他的监视与惩罚中提到监狱的例子，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监控系统已经进化到完全不需要实体的铁笼，个人的行为呢就会自动的去遵守这些规范，因为我们内化了这种权利。第二个是关于数字时代的一些自由挑战。在现代呢，刚才提到的一些科技巨头和社会媒体平台掌握了我们的数据，演算法决定了我们看到的内容，我们的选择是不是还是自主的？那福柯的观点就提醒我们，这些隐形的权利其实正在重新定义我们自由的边界，所以还是一个我们需要持续的去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利贝特的实验。它的实验设计非常简单，就是参与者呢会被要求在想要的时刻随意的按下一个按钮，
同时观察一个快速旋转的表盘，来记录他们意识到想要按下按钮的瞬间。那利贝特呢，也使用了一些脑电图来测量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特别是记录他们的大脑的准备电位，这是一种神经活动的信号，表示大脑正在准备一个动作。那我们在结果里面呢，发现大脑的准备电位在参与者意识到按下按钮的决定前的200毫秒到500毫秒之间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参与者报告他们有意识要按下按钮的时刻，却比平均的准备电位要晚大概200毫秒。这意味着大脑的行动准备在我们的意识到做决定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从而挑战了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概念。我们是不是真的自主的决策，还是我们的大脑先决定？那我们的意识呢，只是事后来认领这个行为。虽然利贝特的研究对自由意志提出了挑战，但科学家也发现大脑的高度可塑性让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反思来改变行为的模式，这为自由意志也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说一些心理治疗与冥想的心理学家发现，通过正念冥想或行为疗法，人们可以改变习惯性的反应，增强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也意味着自由并非完全的幻觉，而是一种可以锻炼的能力。那在当代社会当中，自由与道德的对立与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其实都更加的复杂，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西方自由就更加强调个人权利，但也有可能会导致过度的自我中心，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而东方文化呢，就更加强调集体责任，但这种约束呢，有时候也会压抑个人的创造力。或者是当我们在看到一些全球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让资本和技术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一些国家的自由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剥削其他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更多的反思的。自由与道德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哲学家的论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互补性。康德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自由需要自律，只有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才具有道德的价值。而尼采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那些约束自由的道德规范，并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而关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一些补充，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可以通过行为和训练增强的能力。在当今社会，自由与道德的平衡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课题，但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不断的去思考和探索。那我们究竟应该要如何面对呢？我个人会比较偏向尼采与加缪的这种说法，像尼采说的成为你自己，他就鼓励我们更多的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而并非只是遵循外界的规范。那加缪曾经也说过，自由并不是摆脱荒谬，而是在荒谬当中找到生活的意义。那当然呢，我认为康德的自由需要自律这个论点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自由完全不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而是需要遵从理性与道德的法则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来行动。好了，那这一集就到这边。自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行动的自由，更是思想上的自由，去思考，去选择，并去接受选择的后果。那这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论点，那也是我想要做这个频道的初衷之一。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我请大家可以帮我点一个订阅、点赞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我很想要听到你们的反馈，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这对我来说会是很重要的鼓励，它可以激励我去做出更多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来和大家分享。那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讨论
个体与集体如何在这种多元的文化当中来找到平衡。那就这样啦，我是 Melvin，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谢谢大家，拜拜。